Hot Search 1。在2024年11月11日，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因女性不伦丑闻站上风口浪尖。事件发生于同日，一些周刊报道曝光了玉木与一名女性的密会内容。随后，他在东京的有乐町进行街头演讲，并公开道歉。当天下午，玉木在国会内的两院议员总会上进一步对此事作出说明，承认报道内容大部分属实，并表达对其行为可能对党和支持者带来的不便的歉意。尽管存在不伦的争议，党内议员并未对玉木的代表身份提出异议，最终确认其继续担任代表。这一决定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，许多民众对于党内如此迅速的表态感到惊讶，甚至质疑这是否反映了政治内部的某些潜规则。玉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愿意听取党内同僚的意见，并强调希望继续站在最前线，为政策的实现而努力。这场风波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：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应该如何影响其政治生涯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检视，而在面对个人丑闻时，是否应该以辞职作为负责的唯一方式，还是应该给予其改正的机会？玉木的故事让我们思考，政治领袖的私德与公共责任之间应如何取得平衡。这样的思考或许正是民主政治运行中最值得我们探讨的部分。Hot Search 2。台中市北屯区的卡多里乐园曾经是一座热闹的游乐园，吸引无数家庭和游客前来度过快乐的时光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座游乐园逐渐被人遗忘，最终荒废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猛鬼乐园。这里的传说越来越多，尤其是电影《红衣小女孩》在此取景后，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充满灵异色彩的探险圣地。2024年11月11日凌晨20许，4名大学生决定前往这座废弃的乐园进行一次冒险。他们带着手电筒与录影设备，想要体验这里的恐怖氛围。然而，他们在员工宿舍内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。据后来的调查，这具尸体是失联超过1周的失婚女性，她的失踪和死亡原因仍在调查中。这起事件让原本就充满灵异色彩的卡多里乐园更加神秘和可怕。从曾经的欢乐圣地到如今的恐怖传说，这座乐园的变迁折射出了一个地方的兴衰，以及人们对未知和恐惧的想象。这些大学生的探险经历引发了社会对于荒废地点安全和管理的讨论，也让我们不禁思考，面对这样的恐怖传说，我们是否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，还是应该尊重这些被遗弃的空间？卡多里乐园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恐惧和现实的机会。Hot Search 3。2024年11月11日，台股市场迎来了一个波动剧烈的交易日。受到美国新一轮晶片禁令的影响，台积电的股价在营收创下新高的情况下仍然遭到重挫，这导致台股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近250点。尽管最终在投信、8大公股行库、融资等资金进场的情况下，指数跌幅收窄至24点，但整体市场情绪仍显得谨慎。这一天的夜盘，外资净空单突破了5万口，创下新高，拖累台指期夜盘指数大跌超过200点，报收23345点。这一系列数据显示，外资对台股的看法趋于悲观，空头势力在市场上加强。面对如此的市场局势，许多投资者开始关注如何应对这种波动。从盘面上看，台股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。首先，美国晶片禁令的颁布对台积电等高科技公司的压力显著，这是导致市场情绪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其次，外资对台股的操作也成为关键因素。净空单的大幅增加显示出外资对未来台股走势的保守态度。然而，市场的回稳也显示出台湾本地资金的强大支持力道，尤其是公股行库及投信等4大资金的进场，成功在尾盘时段拉回部分跌幅。这种资金的动向表明，即使在外资撤出、空头气氛浓厚的情况下，仍然有力量支撑市场
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信心。这样的市场波动给投资者带来了许多启示。首先，在面临不确定性时，投资者应该谨慎面对市场的短期波动，避免过度追高或杀低。其次，理解外资动向及政策风险对于判断市场走势非常重要。未来的台股是否能够再次站稳，还有赖于政策面的稳定以及内外资金的相互博弈。这一切都是每一位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。Hot Search 4。自1996年《不可能的任务》系列电影问世以来，汤姆·克鲁斯饰演的伊森·韩特一直以惊险刺激的任务挑战着观众的心跳。这个跨越28年的长青系列，随着《不可能的任务》最终清算的上映，迎来了它的最后一章。2025年3月25日，这部名为《不可能的任务》最终清算的电影将在全球上映。这一次，阿汤哥不仅再次亲自上阵进行高危特技，还面对着可能是伊森·韩特最具挑战性的一次任务，一场关乎生死的对决。在片中，汤姆·克鲁斯率领文·雷姆斯、塞门·佩吉、凡妮莎·寇比等熟悉的面孔，一同迎接这场最终清算。电影的预告中展示了大量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包括疯狂的高速追逐、惊险的跳伞特技，以及在悬崖上的极限攀爬，这些都让人屏息以待。然而，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次动作冒险，它也是对伊森·韩特这一角色的最终告别。汤姆·克鲁斯在62岁的年龄下，依然坚持亲自完成大部分的高难度动作，这不仅体现了他对角色的热爱，也让人看到了他对电影工作的敬业精神。这样的投入和付出，让观众更加期待这个系列的最终章，并对于伊森·韩特的命运充满了好奇和不舍。最终，这一章的结局将如何收场？伊森·韩特能否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？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，在面对看似无法完成的挑战时，勇气和坚持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也是这个系列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核心精神。Hot Search 5。2024年11月11日，一则关于波波医师的报道引起了全台的广泛关注。这次的事件起因于一份包含900名医师的名单外流，名单中的医师多数分布在北中南大医院，引发了社会对于医疗透明度和医师资格的高度关注。所谓波波医师，指的是那些取得外国学历并在台湾执业的医师，他们的学历背景在过去并未完全公开，这使得许多人对于这些医师的专业能力产生质疑。名单外流的消息震撼了整个医疗界，尤其是其中涉及到北市核心新生妇幼诊所的刘姓女医师。刘医师因在进行子宫内视镜手术时，不慎刺穿患者子宫，导致患者大出血死亡。事后，刘医师被揭露为波波医师之一，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对于医师资格审查制度的讨论。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，公开医师的学历涉及隐私，需要特别谨慎，但这样的言论并未平息公众的质疑。同时，政府的政策也成为争议的焦点。尽管波波医师事件不断发酵，却有声音要求政府花费24亿元来大量引进外籍医师，以解决台湾医疗人力短缺的问题。此举是否能真正提升医疗品质，还是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？这些疑问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波波医师的争议让我们看到，医疗系统中的透明度与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。一方面，公众有权了解医师的背景，以确保自己获得安全和高品质的医疗服务；另一方面，医师也应该享有隐私权，不应该无端被公众审视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政府和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。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，只有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医患关系，才能真正保障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与安全。